大家好，这里是陕西礼泉。今天我们也是看一座帝王陵，这座帝王陵也是阴山为陵，所以大家一看，这个就是唐朝18陵之一。这座陵墓也算是盛唐时期的一座陵墓。这座帝王陵离李世民的昭陵也就大概10公里，他墓主人是叫做李亨，唐肃宗。这座陵墓叫唐建陵，他是李隆基的儿子，他也是一个悲惨的人物，当皇帝只当了6年。他那个时候爆发了一个唐朝由盛转衰的一个标志——安史之乱。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他的故事，然后再看一下陵墓上的一些其他东西。他是唐朝的第7位皇帝，也是唐朝第1位在都城长安之外登基的皇帝。简单一点说，就是安史之乱发生之后，他被封为兵马大元帅，负责征讨叛军。后面当时我们常知道一个历史事件发生，马嵬坡兵变，就当时杨玉环被逼死，当时唐玄宗认为他是主谋，后来2个人分道扬镳。当时他是太子，在05登皇帝位，并且把唐玄宗尊为太上皇，就这样来的。也任用郭子仪平叛这些。其实安史之乱到他死的时候都还没平叛，到了他儿子才结束。他当上皇帝只有6年，他开始任用宦官，后面他的皇后想发动兵变，结果他被吓死了，所以是一个悲惨的人物。他其实功绩不多，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功绩，就是当时他任用郭子仪他们收复长安。最远方那个山头就是武江山，就是他地宫所在地。他这个东边是昭陵，西边是乾陵。说白了，他就是向李世民和唐高宗李治学习，他是这样的打算。可惜他短短在位才6年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功绩。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座帝王陵，其实有很多独特的东西。这座帝王陵其实他还开了一个很坏的头，就是唐朝的宦官从他那个时候开始掌权。这眼前我们看到的，这是一条巨大的山沟，其实大家看错了，这个是神道。经过1000年的变化，神道已经被这个沟分成2半了，就石像生在这个沟的2侧，这个很独特吧？我是第一次看到，当时修建的时候应该不是这样的。只要经过1000多年变化成这个样子，一直往前走就是它地宫在海拔700多米的武将山上面。唐朝的帝王陵基本都是从华表开始的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华表已经有点损坏，它这个华表都是拼接而成的，一对华表，它现在一个竖立在田地上，一个倒在田地上面，可以看看，比较壮观，比较巨大吧。我们现在看看竖立的那个华表，这个就是竖立的华表，也有点破坏了。跟其他帝王陵的差不多，但是跟武则天那个有点区别，它没有莲花，组成部分也跟乾陵一样的圆球，还有仰盆顶座，还有那个菱形柱身，其实它含义是一样的。像这个圆球代表天降甘露的意思，华表呢代表着君王广开言路、善于纳谏的德政。这个唐朝的帝王陵基本都有，所以也是皇权的象征。建陵这里很多石像生已经被破坏了，所以现在把它收集到一起。我们可以看看，已经很多氧化了。等一下我们再去看看其他的石像，像石人，还有司马这些。我们看到啊，这个石像生这一路上去就在那个地宫的对应的方向啊，大家可以看看是不是坐北朝南，正中间呢？然后这个中间是神道。有一点呢，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神道另外一边的石像生啊，离这里很远很远。我估摸着大概有300-400米啊，所以说它这里神道算起来宽度啊比乾陵还大，这个地方呢比乾陵还远，我感觉它这个比乾陵还大，你看到没有？乾陵的话都没有，从那个神道到梁山主峰都没有这么远，这里还更远。这是一只一马，这个一马比那个乾陵的小一点，乾陵的一马好像是最大的吧，从乾陵之后的一马都没有这么大。我感觉是啊，就是我现在看过的是这样的。这个工艺尽管是等于是安史之乱那个时候建设的，但是它整个工艺比乾陵的雕刻的更好看，就技艺水平啊比那个时候更好。因为毕竟从初唐到盛唐，它工匠各方面都会有提高，所以呢，它的雕刻工艺比乾陵的好，只是说没有乾陵的那么巨大，比乾陵的细致一点。大家发现一点，工艺是很好，但是石雕的规模比较小，是为什么？它是因为这样的，经过安史之乱，国家财政可能稍微有点吃紧。另外，同时2个皇帝去世了，就是唐肃宗还有那个唐玄宗都去世了，那后代的皇帝同时修建2个陵墓，没有那么大的财力，所以都是从简。
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建陵的材料和乔陵的材料基本都是就地取材，就是在这个山上弄下来的。这个是鸵鸟，大家发现没有？这个鸵鸟跟乾陵的鸵鸟有很大的区别。首先，它这里更精细。另外，乾陵的鸵鸟是没有那些像羽毛一样的。大家发现没有？区别出来了。特别是鸵鸟的头部，这个乾陵的是在昂首挺胸一样的，而建陵这个在回首望，在望着地宫，守护主人，这个区别还是很大的。一个在前，一个在后。整个鸵鸟身上细致也处理得更好一点点。鸵鸟之后就是石马，这个明显这个石马很矮小，这个头部已经没了，太小了。这个可以看到还没有我人高，大家发现没有？所以那个时候国力已经没有那么强了。尽管它已经算是还是属于盛唐时期吧，属于那个转折点时期，但是已经差距很大了。特别同时修建2座帝王陵，根本就不够。以来都知道，修建帝王陵都是花费的巨大的人力财力，有些的甚至修几十年、上百年的都有。所以说，没有钱是修不了的。从它之后，唐朝的帝王陵可以这样说，是越来越我们说的水平差了。大家看到这里都是石像生，有一点呢，这里基本都是文臣。同时大家可以看到，有这么多石像生这里到那个半山坡那里一直都是所以特别多。你看看石像上有些是完整的，有些是头部没有了，但是这个都是栩栩如生我们近距离看一下，做的真精美这个是没有那个头被砍掉了，可能被损坏了，1200多年。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一个完整的。这里都是文臣的，在那个沟的对面是武将。文臣武将嘛，我个人感觉他这个工艺、雕刻水准是比乾陵的好一点，因为毕竟乾陵算是开创了这个制度嘛。从这里上去一路都是那个神像石像生，所以这个神道，等一下我们在旁边航拍一下，看看它的骨那个峡谷有多深。这里是没有开放的，等于是在稻田、农田里面一样的。而且有一点它这个石像每个人的表情都不一样的。我们常说看他脸部都知道，有些是圆脸，有些是方形脸，有些拿的那个手上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，衣服都不一样。一直在这里守卫着这个皇帝其实有时候会想，他们这样1000多年在这里会不会孤独？大家说是不是？而且不能变方向，只能一直站在这里。这些石像生都是对称的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分别立在这个山沟的2侧，确实挺有意思的吧？大家可能也是第一次见呢。所以说，在这里要看两边的石像生，要在上面绕一大圈。眼前看到这个就是武将，这个非常精致。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精美的石雕，这么精美的武将石雕。这个武将的石人跟文臣完全是不一样的。首先，他的肩膀，这个就我们常说的武将有披风，手上拿的是剑，还有剑壶，就跟平时我们看到的剑是不一样的。在乾陵，他是直接一把剑，他这里还有剑壶，这个风化的比较厉害。这个跟刚才第一个看到的武将有点区别，它基本每个是不一样的，都是有细微的差别。石像生我们就看完了，然后再往一起走就是地宫，它这里离那个顶峰还有很远的距离，如果行走的话，大概最少要1个半小时。在这里就很能明显看到，这个我们左手边这边最高的就是建陵的地宫，然后远处那个就是昭陵，离的距离大概不到10公里。向李世民学习，可惜他没有学到。